这支影片要简单跟大家介绍 Sony Cinema-Line FR7 这个型号的摄影机。乍看之下会觉得这一部摄影机的造型有点奇特跟一般的 Cinema-Line 的摄影机长得不太一样。因为它放在这个马达云台上面所以我可以对它做一般 PTZ 的控制，上下左右 Pan 或是 Tilt， 也可以让它快速的回到中心点。这一台的感光元件跟 FX6 是一样的，等于把 FX6 跟 PT 摄影机整合在一起，做成这样一个产品，可以同时有 PTZ 控制的方便性跟电影等级的高画质，所以是比较niche的产品。绕到后面来看看它的输出输入的接口。那它的输出输入跟高阶的 PTZ 摄影机很类似，包括我们 SDI、HDMI 的输出，网络的沟通主要是用网路线控制这一部摄影机。那一些电源接口都跟比较高阶的 PTZ 是一样的，因为它是高阶产品，所以它也有虚拟摄影棚常常会需要的虚实整合常常会需要的 Genlock 同步孔，是用同轴缆线接到我们的同步产生器去让虚实内容可以同步对上。机身本身其实就是感光元件为主，小小的机身这样子。镜头的部分是 Sony 的全片幅的机镜28到135，这一部机器呢是可以让你自由的更换你想要的镜头，这一点就是它跟传统 PTZ 最大的差别。传统 PTZ 的镜头都是固定的，不能够去随意的更换，因为镜头的部分它有牵涉到 zoom in、zoom out。一般用 PTZ， 通常你会需要有一定程度的 zoom 控制，拍摄上面会比较方便。目前搭配的镜头，因为它是电动变焦，所以就可以透过我们的机身去做远端的运镜。也就是说，摄影师呢不需要靠手持去运镜，或者在机身上面来运镜。它的机身上面也并没有做任何的控制 zoom in out 的操作，我们一律是从远端控制，或是用遥控器来做控制。好像现在我手上有这个遥控器，就可以去对它做方向的改变。好，那或者是我要 zoom in out， 你也会看到这个镜头本身呢是有在做变化的，因为它是内变焦，所以我们在外观上长短不会有什么差别。镜头的搭配，如果你想要最大的发挥它的优点的话呢，建议搭配 Sony 原厂的 Power Zoom 的镜头。FR7 支援各种规格的 4K 拍摄，也支援在 S&Q 模式下的慢动作120 FPS 拍摄。透过我们截取卡程式呢，可以看到影片的规格是 2160p29.97， 并且有同步讯号接进来。PTZ 的特色就是可以透过网路做远端的控制，我们可以利用浏览器输入摄影机的 IP， 对它做远端的控制，这也是一般的摄影机不会有的功能。那这个是它的浏览器控制界面，那我们可以从远端监控它现在拍摄到的状况，包括波形图啦，各个拍摄的数据等等，这个都跟我们直接从机身或是外接萤幕看到的资讯是一致的。那我们也可以再利用这个界面做一些比较快速的设定，像光圈、快门等等，都可以直接从网路界面去做修改，甚至包括这个曝光模式。那因为它是 Cinema-Line，所以你会看到它的曝光方式呢，也是使用 Cine EI， 就跟一般直接调 ISO 会有一些差别。另外，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去对它做遥控，就跟我们直接用遥控器去控制上下左右是一样的。好，那当然在网路界面这边呢，它的手感其实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毕竟你是用滑鼠控制，跟遥控器的实体按键比起来呢，它的控制会比较滑顺一点，你也可以快速的让它回到初始位置。那当然因为我们虚拟棚是全绿色的，所以如果你拍摄到绿色画面太多的话，它就会有迷焦的这个状况。这个并不是因为它机身本身的性能问题，而是你的环境里面的颜色太单一。
如果我想要呼叫选单的话，在我们的网络界面这边呢，也有 menu 的按键。这跟你按机身上的实体按键是一样的。FR7 它本身并没有实体的控制按键，它一律是透过远端的界面来做操作。选单呢，其实跟一般的 Sony 相机的选单是一样的，逻辑以及它控制的方式，像上下左右，这都是一样的。你可以在这边对它去做所有的调整。场景的拍摄格式啦等等的，所有的选项都在选单里面。那 PTZ 摄影机呢，在虚拟摄影棚应用上面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可以将追踪跟变焦的数据呢，同时的传送到我们的电脑里，我们的设定就会变得相对简单。例如现在我们在 Xmetry 这个虚拟制作软体里面，它的输入端呢已经有我们接上这个 FR7。所拍摄到的画面，把它切换成实拍画面，就是这样子。遥控它的话，你也会看到画面的变化。那因为这个虚拟演播软体呢，它会自动的做去背，虚拟的画面呢就会显露出来，因为绿色已经去背了。那如果这时候我们走进滤棚里面，就会看到呢我们的人物。已经融合在这个虚拟场景里了，可以看到虚实合成的画面是非常的清晰的就是在我的真人实拍的部分是非常的清晰的。那这跟一般的 PTZ 比起来呢，就有很大的优势因为我们现在是进行即时的去背，所以呢，实拍画质的好坏呢，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去背的效果，所以你看我的这个边缘是非常的锐利的。那假如说你今天实拍的画质不够理想的话，你的去背的品质呢，可能就会受到影响。那因为像是这种 Cinema Line 的摄影机，它的高感光的表现也都很好，所以基本上呢，就算我摄影棚里面的光线不是特别的强甚至有点不足的情况下呢，其实它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好它不需要特别强、特别亮的光呢，也可以拍出不错的画面。那我也可以自己当摄影师来去做运镜因为 PTZ 就是可以透过远端遥控或者是变焦。那因为我们的变焦资讯也有透过 3D 传送到我们的软体里面。移动的速度跟变焦的速度呢，都是可以去做调整的就是在这个远端控制界面上可以去做调整。那我们如果是追求一个比较平稳的变焦或是移动的话，那当然我们会调慢一点就像现在这样。那假如说你需要很快速的去做变化的话，我们也可以在软体端里面去更改这个设定。但是有一点比较可惜的是呢，因为我们现在的 FR7 它并不支援人物追踪所谓的人物追踪呢，就是很多 PTZ 它可以判定画面上的人所以当我移动的时候当我不在镜头中心的时候呢，摄影机可以自动的跟着我就像现在这样子但是因为它没有这样自动追踪的功能，我就必须要用手动控制或者要有另外一位操作人员呢去跟着这个主角去做移动。那假如说有人物自动追踪的话呢，我就不需要这个人力再去做控制了就像这样子，如果可以自动追踪的话，不管我怎么走动它都可以有那我现在只是用遥控器去模拟这种自动追踪的功能。不晓得有没有机会 Sony 可以在日后呢，透过更新硬体的方式去达到这样的效果人物追踪可以做这样的更新的话，这部摄影机呢就会是一个很完美的虚拟摄影棚应用因为它画质又好，然后呢设定又相对的简单不需要增加很多额外的设备，
只要摄影机一部，然后交换机跟电脑、虚拟摄影棚的架设就可以完成了，也支援这个 Power Zoom 的虚实同步变焦。希望未来呢，可以透过韧体更新的方式，然后加入这个人物追踪的功能。人物追踪大家不要搞混哦，就是对焦的部分，它其实都有人物追踪哦，就是它跟一般的 Sony 摄影机一样，可以追踪人物的脸孔啊等等的，哦，然后来去做对焦，哦，只是还差一步哦，就是跟着人物的位置呢去做我们马达的运动。以上就是我们对 FR7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哦，在虚拟摄影棚如何应用以及它的一些特性等等的。谢谢大家。